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江泽民的100年纪念不只是怀旧。2026年8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样一个场合，看上去是追思前领导人，实际上更像一场政治秩序的集中展示。谁坐在台上，谁没有出现，谁被放在镜头边缘，谁被放进历史叙事中心，都有含义。江泽民去世已经几年了，一个已经离场的人，按理说不再参与现实权力斗争，可是中共政治有一个特点，很多时候死人比活人更好用，因为死人不能解释，不能反驳，也不能提出不同意见。后来者可以把他的经历重新剪裁，把他的功绩重新排序，再把自己的政治诉求放进去。所以这次纪念江泽民，表面看是给江泽民定历史地位，深一层看是习近平在借江泽民给当下政治背书。江泽民被放到什么位置？这个位置很高，他是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之后，又一位以最高规格举行100年诞辰纪念大会的中共领导人。人民大会堂巨幅画像，现任常委全部出席，大批退休正国级、副国级官员亮相。这不是普通纪念活动，对比一下就很清楚。胡耀邦也有100年纪念，但叫纪念座谈会，规格已经不低，政治局常委也出席。可是他和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大会不是一个等级。华国锋也做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他同样没有进入这种最高纪念序列。赵紫阳更不用说，在官方叙事里长期被抹去。这说明什么？中共不是按照一个人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来安排身后待遇，而是按照后来权力认定的正统性来排序。毛泽东是见证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江泽民是第3代领导核心这个链条，是现在官方最愿意维护的正统叙事。至于中间那些被废掉的、被冷处理的、被认为政治路线有问题的人，就算曾经做到过最高位置，也不会被完整纳入太庙式的纪念体系。这次还有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安排，毛主席纪念堂据说将增设江泽民相关陈列。毛主席纪念堂本来是毛泽东个人纪念场所，但后来逐步变成中共的政治太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这些人被放进去，意义不是单纯展示个人生平，而是把他们编入一套连续的党史秩序。江泽民进入这个序列，就意味着官方正式把他摆在核心的位置上。从政治仪式看，这是一种身后封神，但这种封神也有边界。江泽民的2个儿子江绵恒、江绵康还有妹妹江泽惠都出现在主席台最后一排的角落。这个镜头很微妙，一方面江家亲属被请上主席台，说明江泽民的家族身份被承认、被礼遇；另一方面他们坐得很靠边，也说明纪念活动的主角并不是江家。在中共政治里，领袖去世之后，他的家属当然可以分享荣光，但不能拥有这份荣光。江泽民的历史地位属于党，不属于江家。官方纪念江泽民是在管理党史，不是在举行家族追思会。这也是中国政治和现代国家政治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澳洲这样的议会民主国家，前总理去世，国家会有纪念，会有悼念，会有历史评价，但这种评价很少成为现任政府重塑合法性的核心工具。保守党不会因为纪念某位工党前总理就突然证明自己的路线天然正确。相反，历史人物会进入公共讨论，学者、媒体、反对党、普通人都可以评价。但在中共体制里，历史评价不是公共讨论，而是权力文件。谁是伟大领袖，谁是卓越领导人，谁是犯了错误但功绩为主，谁是不能公开提起的人，都要由当下权力来裁定。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100年纪念大会值得看。它不是一场普通的纪念会，而是一份政治资产负债表。先看资产，江泽民确实有他的政治资本，他不是典型的革命干部，也不是靠打仗上来的军工人物，他是技术官僚出身，懂工程，懂外语，懂一点国际规则，也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他年轻时在上海、长春、武汉机械工业系统工作，后来参加对外开放政策设计，再到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最后在1989年后被推上总书记位置。他的上位本身充满偶然。1989年之前，江泽民已经60多岁，在上海的仕途基本到顶，
甚至已经准备回到大学当教授。可是胡耀邦去世引发全国性政治风波，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让他被推到风口浪尖。江泽民处理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不是政治改革派，也不是天然的强硬意识形态分子，他首先是一个极度谨慎、看重风险控制的官僚。他看到世界经济导报公开悼念胡耀邦，批评老人政治，马上意识到这会触犯高层禁忌，于是强硬处置，撤换亲本利，整肃报纸。这个动作在知识界和学生群体中引起很大反弹，但在党内元老眼里，这恰恰说明江泽民政治可靠。后来万里回国，经过上海，江泽民配合高层安排，把万里留在上海，也间接切断了赵紫阳试图通过人大系统扭转戒严局面的可能。这两件事成为江泽民进入最高层的投名状。他不是靠远见上位，而是靠在关键时刻站队正确上位，但上位之后他的处境非常危险。邓小平不真正信任他，陈云、李先念支持他，但他们代表的是更保守的党内力量。军队里有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实际掌握军权，国务院有李鹏，北京有陈锡同，地方和中央都有不服他的人。所以江泽民刚开始更像一个过渡人物，他必须先活下来。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后来被很多人轻松调侃，其实容易遮蔽一个事实，他在权力斗争上的手腕相当厉害。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大考，6·4之后党内保守路线一度回潮，江泽民为了自保向陈云路线靠拢，讲反和平演变，讲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这些动作让邓小平非常不满。邓小平南巡表面上是推动改革开放，实际也是逼江泽民表态，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不是一般劝告，而是政治威胁。邓小平虽然名义退休，但军权仍在他手里。江泽民很快判断出，真正能决定自己生死的不是陈云，而是掌握枪杆子的邓小平。于是他转向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南巡讲话，重新拥抱市场经济改革，这个选择救了他。随后他又利用杨家兄弟在军队人事上过于急切的机会，逐步让邓小平对杨尚昆、杨白冰产生猜忌。到14大，杨家兄弟退出军权核心，江泽民开始真正接触军队，并提拔后来属于自己体系的将领。再后来陈锡同案爆发，北京副市长王宝森自杀，首钢问题被深挖，陈锡同最终倒台。这个案子当然有腐败问题，但它同时也是江泽民清除政治挑战者的标志性事件。李鹏则是另一种处理方式，江泽民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通过支持三峡工程等方式和李鹏达成政治交换。李鹏有自己的电力系统利益，也需要最高层支持。江泽民给了他面子和空间，换来行政系统配合，这就是江泽民的权力方法。对能交易的人交易，对必须打掉的人打掉，对暂时惹不起的人低头。对形势变化极其敏感，这种人不一定有宏大的政治理想，但非常知道怎样在体制里生存。等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终于从过渡人物变成真正的最高领导人。他任内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支持朱镕基，做经济上的大手术，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处理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给胡温时代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这些功绩不能否认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外资进入，出口扩张，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有了更大空间。很多今天40-50岁的中国人对江泽民时代的记忆是机会、流动、赚钱、出国，互联网刚刚兴起。还有一种虽然有限但真实存在的社会松动。那时候中国当然不是自由社会，也不是法治国家，可是和今天相比，社会气氛确实宽一些。普通人在网上讲政治笑话，调侃领导人未必马上出事，知识分子还有一定讨论空间，一些敏感人物还能在有限范围里活动。大学里对公共议题的讨论也没有后来那么窒息。江泽民本人也有一种技术官僚式的现代感，他懂外语，喜欢音乐，愿意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他不是西方式民主派，
但他知道中国需要融入世界，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西方市场、资本、技术和规则，这一点和今天形成鲜明对比。江泽民经历过1996年台海危机，经历过1999年南联盟使馆被炸，经历过911之后的国际秩序重组，每一次都有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也都有军方强硬声音，但江泽民总体上选择克制，选择不把中国推向和美国正面摊牌。这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因为他知道实力边界在国际政治里，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本身就是重要能力。澳洲社会看国际关系通常会非常现实，一个中等国家尤其明白口号不能替代实力，情绪不能替代战略。中国在90年代和2000年初最需要的不是到处树敌，而是稳定外部环境，集中发展经济。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清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然离不开朱镕基的谈判，也离不开美国当时的战略判断。但江泽民作为最高领导人，愿意承担政治风险，愿意把中国带进全球贸易体系，这是他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很多人怀念江泽民，不过怀念不能替代评价江泽民的负债同样沉重。第一，他没有推动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继承的是邓小平的路线，经济可以市场化，社会可以有限开放，但党的垄断权力不能动。这个选择在短期内带来稳定和增长，在长期内也把中国带入一个结构性困境。市场经济需要产权保护，需要独立司法，需要信息透明，需要对权力的约束。可是江泽民没有让这些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经济越发展，权力和资本结合越深，权贵家族越能从改革里拿走最大份额，底层当然也改善了生活，但红色家族和体制内利益集团拿到的是资产，普通人拿到的更多是工资和房贷。第二，他强化了派系政治。江泽民为了稳住权力，大量提拔上海旧部和身边人，形成后来所谓江派。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孟建柱、陈之立等人都和这个体系有关。派系不是江泽民发明的，中共从来就有山头，但江泽民把派系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上来之后，为了自保也发展团派，于是党内权力分配越来越不是看制度和能力，而是看你是谁的人。这种环境会造成一个严重后果，所有人都去找靠山，没人相信规则。当一个体制没有公开竞争，没有权力轮替，没有独立监督，派系就会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市场。干部的安全感不来自法律，而来自后台；干部的上升路径不来自政绩，而来自站队。这也是后来习近平能够上来的重要背景。当时江派和团派互相制衡，胡锦涛更倾向李克强，但江派不愿意让团派完整接班。习近平看起来背景红，性格稳，没有明显锋芒，又似乎容易被各方接受，于是成为妥协人选。这个判断后来证明代价极大。江泽民未必能预见习近平后来的集权程度，但他参与塑造的派系政治确实为这种接班失误创造了条件。没有制度化竞争，接班就只能靠老人。派系平衡和误判，误判一旦发生，整个国家都要承担后果。第三，江泽民时代的权贵经济留下了深层问题。邓家有地产和金融网络，李家深耕电力系统，江家在电信、科技和上海资源中影响巨大。其他红色家族也各有地盘，江泽民为了平衡各方，很难真正清理这些利益结构，于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成果被转化成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议会监督，反腐就只能成为权力斗争工具。今天抓这个，明天放那个，标准不是法律，而是政治需要。我们看这次江泽民纪念大会，很多退休高官坐在台上，可他们身边的人，秘书、旧部、家属，有不少已经被查，或者正在传出各种消息。王岐山、温家宝、栗战书等人的旧部问题，都让人看到一个现实：在这个体制里，没有真正安全的退休。你今天坐在主席台上，不代表你的人马安全；你曾经抓过别人，不代表别人永远不会清算你。
权力没有制度边界，最后就会变成不断反噬。第四，江泽民在一些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争议很大，比如中俄边界问题。原稿提到江泽民任内签署相关边界协议，官方说这是解决历史遗留争端，维护边境稳定。批评者则认为，部分争议领土一旦以条约形式确认，就等于永久放弃未来主张空间。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只用一句卖国或一句务实就讲完，但至少可以说，江泽民选择的是以现实主义方式结束争端，换取北方边境稳定和中俄关系改善。至于这个代价是否过高，至今仍然有巨大争议。所以评价江泽民不能只看今天大家怀念什么。很多人怀念江泽民，其实是在表达对当下的不满，因为今天的中国更紧，言论空间更窄，经济压力更大，外交环境更差，民营企业安全感更弱，年轻人预期更低。于是人们回头看江泽民，觉得那个时代至少还能开玩笑，至少还能赚钱，至少还能出国，至少还没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推到对立面。这种怀念有真实情绪，但也容易美化过去。江泽民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没有打算把中国带向宪政民主，他在关键问题上始终维护一党专政。查封世界经济导报，6·4后的政治站队对意见和社会组织的压制，都说明他的底线非常清楚，经济可以开放，党权不能松动。他比后来的领导人更开明，不等于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者。这就是江泽民的复杂性，他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也是中共权贵资本和派系政治的重要塑造者。他既有技术官僚的务实，也有列宁式体制内官僚的冷酷。他既能支持朱镕基推进艰难改革，也能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止步不前。他既比今天许多做法更克制，也为今天的某些问题埋下了制度种子。再回到这次100年纪念大会，主席台上的人透露出很多信号，现任七常委全部出席，这是规定动作。退休常委里，温家宝、张德江、栗战书、俞正声、汪洋、刘云山、王岐山、李岚清等人亮相，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缺席。比较合理的解释主要是身体原因，胡锦涛近年来在公开场合状态不好，李瑞环等人年事已高，这些都不需要过度阴谋化。但另外一些缺席就值得观察，比如原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没有出现。军队近几年清洗非常剧烈，火箭军装备系统、军委机关和各军种都有高级将领落马。李作成作为相对年轻的退休军委委员，缺席最高规格政治场合，确实容易引发联想。再比如陈武、王政委等人没有出现，两人都曾在少数民族自治区担任重要职务，后任又先后出事。王政委在宁夏时期推动过很多带有宗教和民族色彩的政策，后来与习近平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显不合拍。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缺席就不只是身体问题那么简单。当然，对这些人具体是否被调查，外界不能下定论，但在中共政治里，公开露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信号，尤其在这种副国级以上官员应该尽量出席的场合，缺席往往会被视为健康、待遇或政治状态的暗示。更有意思的是，台下这次纪念大会也是红二代、红三代的一次集中亮相，习远平、李小鹏、胡德平、薄熙成以及毛、周、朱、邓等家族后人都在现场。这样的场合像一张红色贵族的合影，它提醒我们，中共不是普通现代政党，它虽然讲人民、讲组织、讲路线，但权力深处一直有家族传承的影子。很多家庭几代人都在体制内占据位置，享受资源，延续身份。哪怕某个人没有实权，只要姓氏足够特殊，就有资格进入特定政治场合。李小鹏这次以李鹏之子的身份出现在太子党区域，也很说明问题。他已经做过正部级干部，按行政履历可以被看作退休高官，但在这个场合，更重要的是他的家族标签，这就是中共政治的双重结构。表面是党政军职务，背后是红色血统和政治谱系。江泽民不是红二代，他能进入最高位置，靠的是历史偶然、技术官僚、履历、上海治理经验，以及关键时刻的政治站队。
但他掌权之后，也必须和红色家族做交易，必须承认这套贵族秩序。所以他的时代一方面是技术官僚治国，一方面也是权贵资本扩张，这两者并不矛盾。技术官僚负责把经济做大，权贵家族负责分配最大收益，普通人可以在高速增长中改善生活，但很难真正进入核心分配层。今天习近平纪念江泽民，想要借用的主要是3样东西。第一是正统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是一条官方承认的传承线，中间的混乱、废黜、争斗、路线冲突都被压缩成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纪念江泽民，就是在告诉党内，习近平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这个正统链条的继承者。第二是改革开放的资产，江泽民时代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中国加入全球体系后获得的增长红利。今天中国经济承压，外资信心下降，地方债高企，房地产低迷，民营企业预期不足。在这种时候，官方需要重新调用改革开放话语，证明自己仍然重视发展，仍然不是闭关锁国。但问题是，纪念改革开放人物不等于真正恢复改革开放逻辑。改革开放的核心不是几句口号，而是对市场、企业、产权和国际规则的基本尊重。如果这些基础不恢复，只是把江泽民的名字拿来念一遍，效果很有限。第三是对党内的整合。江泽民代表一个时代，也代表一批人，江派、老干部、上海系统、技术官僚、改革受益者、部分红色家族都和这个时代有联系。习近平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等于给这些人一个政治安抚，你们的历史地位不会被完全否定，你们仍然在正统叙事里。但这份安抚不等于权力分享，江泽民可以被纪念，江派未必能复活。这就是死人政治的残酷之处。一个人的画像可以挂在人民大会堂，纪录片可以播12集，纪念币可以发行，陈列室可以增设，但他留下的真实政治网络未必还能决定任何事，甚至相反，越是把江泽民抬进历史神龛，越说明他已经被彻底历史化了。活着的江泽民是权力人物，去世后的江泽民是政治符号，符号可以被尊重，也可以被征用。那么我们今天到底该怎么评价江泽民？我倾向于用4句话。第一，他是中共领导人里少见的务实型技术官僚，他没有毛泽东那种革命狂热，也没有习近平这种强烈的个人集权冲动，他更在乎平衡、发展、外部环境和体制稳定。他知道市场有用，知道西方技术和资本有用，知道和美国翻脸不划算。这些判断让中国在90年代后期和2000年初抓住了全球化红利。第二，他不是民主改革者，他的开明是有限开明，他的宽松是体制安全范围内的宽松。他不希望社会完全窒息，但更不允许党失去控制。他可以允许笑话存在，却不会允许制度性反对派存在。他可以支持市场化改革，却不会支持真正的宪政制衡。第三，他是权贵经济和派系政治的关键推手，为了稳住权力，他必须分配利益，培植人马，默许家族资本扩张。这些安排短期内维持了平衡，长期看则腐蚀了制度，让政治越来越依赖派系，让经济越来越依赖权力。第四，他最大的历史讽刺是被后来者衬托成了开明象征，一个没有推动民主改革，没有建立法治约束，没有解决权力继承问题的领导人，今天居然被很多人怀念为好时代的象征。这不是因为江泽民真的代表自由，而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让人们意识到坏制度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坏。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泽民的历史地位很复杂，他不是中国灾难的唯一源头，也不是中国黄金时代的唯一功臣，他更像一个站在转折点上的体制内聪明人。他顺应全球化，放大了中国经济的机会，他拒绝政治改革，也保留了后来倒退的制度通道。所以江泽民身后封神，真正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官方封的是第3代领导核心，民间怀念的是还能喘气的90年代和2000年初。江家看到的是家族荣光，习近平看到的是政治正统。而我们真正需要看到的是一个更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性格，
取决于他是务实还是任性，开放还是封闭，克制还是冲动。那么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就没有给人民提供足够保障。江泽民时代比今天宽松，不代表那个制度健康，它只是说明，在同一个制度里，不同领导人的个人选择会让社会感受到不同温度。但只要权力不受约束，只要接班不靠公开制度，只要历史评价由当权者垄断，那么任何所谓宽松时代，都可能只是下一轮收紧之前的间歇。这也是江泽民100年纪念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不是他会不会进入毛主席纪念堂，不是他的儿子坐在主席台哪一排，也不是哪位退休高官又露面了，这些当然都有看点，但更重要的是，江泽民的一生提醒我们，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很多进步，并不是因为制度终于变好了，而是因为在某个阶段，权力选择了不折腾，选择了和世界合作，选择了给市场留空间。一旦权力改变选择，社会就会迅速感受到反向压力。所以今天评价江泽民，最好的态度不是膜拜，也不是简单否定他有功也有过，他的功在于务实地把中国继续带向市场和世界，他的过在于没有把这种开放变成稳定制度，反而用派系、权贵和一党垄断维护自己的时代，最终他留下了增长，也留下了隐患。而今天的100年纪念大会，正是这些增长与隐患共同发酵之后的一次政治回声。江泽民被抬进历史神龛，但他没能回答的问题仍然留在中国现实里。为了把这个问题讲透，我们还得把江泽民放回他自己的时代。很多人今天看江泽民会被2个画面吸引，一个画面是他在国际场合讲英语，被林肯演说、唱歌、拉二胡，看上去很有表演欲，也有一点老派知识分子的自信。另一个画面是他对香港记者发火，说对方太年轻，后来被互联网做成各种段子。这个画面让他在民间变成一种奇特的文化符号。严肃的总书记居然被年轻人用戏谑方式纪念，这在中共领导人里很少见。但如果只看这2个画面，就会误解江泽民。江泽民最核心的底色不是幽默，也不是文艺，而是工程师式官僚。他一路成长的系统是工厂、部委、技术管理、外事考察和地方治理。他不是在战场上获得权威，也不是在意识形态部门一路熬出来。他熟悉的是设备、项目、审批、外贸、工业体系和干部协调。这种背景决定了他看国家的方式。他知道经济机器要转，知道外汇和技术重要，知道企业不能天天被政治运动折腾，知道现代化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江泽民虽然在1989年靠保守派上位，但最终没有成为陈云路线的忠实继承者。因为陈云式计划经济和江泽民自己的技术官僚经验并不完全匹配。他可以为了自保说保守话，但真要治理中国，他还是知道市场和开放更有效。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江泽民在早年参与经济特区相关政策设计时，接触过外资、税收、土地、外汇、劳工、雇佣这些具体制度安排。对普通人来说，这些都是技术性条款。对当时中国来说，每一条都在撬动计划经济的旧框架，允许地方减免税收，意味着中央不再完全一把抓；允许土地转让，意味着资源配置开始市场化；允许外资企业自主雇佣和解聘工人，意味着铁饭碗逻辑被打开缺口。这些东西不是民主政治，但它们确实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江泽民对这些变化并不陌生，所以他后来支持朱镕基并不是偶然。朱镕基的改革很硬，得罪人很多。国企改革让大批工人下岗，分税制让地方财政逻辑发生重大变化，金融整顿触碰大量利益，住房、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更是影响深远。今天回头看朱镕基改革，不能只说好，也不能只说坏。国企改革提高了效率，但也让一代工人承受巨大代价。分税制加强了中央财政能力，但也埋下地方土地财政的结构诱因。住房改革推动城市建设和资产形成，但后来也把房地产变成压在家庭身上的大山。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释放了供给，也制造了沉重的不公平。这些改革之所以能推进，离不开江泽民在政治上的支持。
没有最高领导人背书，朱镕基再强势，也很难推动这么大规模的利益重组。这就是江泽民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他敢在经济领域做大调整，但不愿在政治领域建立硬约束。这就像一辆车，发动机换了，轮胎换了，速度上去了，但刹车系统和方向盘仍然握在少数人手里。短期看跑得很快，长期看风险也在累积。很多中国家庭在江泽民时代确实改变了命运。有人从农村进城打工，有人下海经商，有人进入外企，有人靠买房完成资产跃迁，有人出国留学，有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和英文世界。那个年代的机会感是真实的。但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也在发展，资源向权力附近聚集，审批权变成寻租空间。国企改制中，内部人和关系户拿走优质资产，土地财政和城市开发，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创造巨大收益。电信、能源、金融、地产、基建这些关键领域都逐步形成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利益网络。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贪婪就能解释的，而是制度天然会产生的结果。当权力可以决定资源价格，又缺少独立监督时，聪明人一定会围着权力转。市场经济的外壳越大，权力寻租的收益也越大。江泽民时代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准确说，他的统治方式还加深了这个问题，因为他需要平衡太多力量。邓小平家族不能得罪，陈云系统不能得罪，李鹏系统不能得罪，军队不能得罪，地方诸侯不能得罪，红二代不能得罪，自己上海系统也要安排。于是利益分配就成了维持政治稳定的润滑剂。这种稳定成本很高，到了后来，中共反腐越来越像一种政治循环。一个时期默许利益扩张，等到权力需要重组时，再以反腐名义清算其中一部分。问题是，只要制度不变，清算永远不可能真正结束。这次纪念大会上，许多老人坐在那里，画面看上去庄严，但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会知道，主席台不是安静的养老院，而是一张活的权力地图。王岐山坐在那里，他当然已经不在权力核心。曾经他主持反腐，声势极大，很多高官落马，很多派系被重创。可他自己的身边人后来也陆续出事。一个曾经替最高权力清理别人的人，最后也要面对权力对他的防范。温家宝坐在那里，也不代表他的旧部安全；栗战书坐在那里，也不代表他的旧关系不会被翻出来。孟建柱等政法系统人物出现在台上，也不能让外界忘记孙立军案曾经怎样牵动政法系统。这就是中共退休政治的真实状态。退下去不等于落地，只要你曾经拥有权力，你就拥有关系网。只要你拥有关系网，你就可能被现任权力视为变量。身体衰老，职位消失，影响还在，影响只要还在，就可能成为风险。所以这些公开活动才会这么重要。露面是一种政治体温计，坐在主席台上，说明至少当前待遇还在，消失不见，就会引发各种解读。当然，外界解读必须克制，中国政治信息不透明，很多判断都只能是概率，不是结论。老人缺席可能真是身体原因，官员缺席也可能是安排冲突。但当某些人长期缺席，旧部又连续出事，相关领域又在被倒查时，政治意味就不能忽视。李作成的例子尤其典型，他是退休军委委员里相对年轻的一位，又曾担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近几年解放军高层清洗范围很广，从火箭军到装备系统，从国防部长到军种主官，牵连之声很罕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作成缺席江泽民100年纪念大会很难不被注意。江泽民和军队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关键，他刚上台时军队不在他手里，后来他花了很长时间经营军队，提拔将领，禁止军队经商，逐步建立自己的军中影响。禁止军队经商这一点，江泽民自己称为一件小事，但其实影响不小。90年代军队经商非常严重，部队开公司、做贸易、搞走私、参与地产和资源项目，既影响战斗力，也制造腐败。江泽民推动军队退出商业活动，至少在方向上是必要的。但军队腐败并没有因此消失，因为军队本身仍然处在封闭权力结构里，采购、晋升、工程、装备、后勤、外界都难以监督。只要权力封闭，腐败就会换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后来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魏凤和、李尚福等一系列案件，说明军队反腐从来不是一场短期运动能解决的。这也反过来说明江泽民当年的军队治理有成效，但没有制度化。他能管，是因为他当时有权威，他退下去之后，别人又用别人的方式管。这种治理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可持续规则。我们再看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对比，胡锦涛是江泽民之后的总书记，但他在权力上长期受到江泽民影响。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后，又继续担任军委主席2年，直到2004年才交出军权。这个安排对胡锦涛的权威伤害很大，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江泽民当年自己受过军权旁落的苦，却在交班时没有完全避免同样的问题。他知道军权意味着什么，所以不愿意马上放手，这很人性，也很体制。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政治里，掌权者很难主动相信继任者，今天你退一步，明天会不会被清算？你的旧部会不会被打掉？你的家族利益会不会被追查？既然没有法律和惯例保护，那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尽量多留一点权利。江泽民如此，后来的人也会如此，这就是制度缺失带来的祸害。每个人都知道长期霸权不好，但每个人轮到自己时都想多抓一会儿，因为不抓自己可能不安全，抓了继任者也不安全。权力交接因此永远带着猜疑。胡锦涛时代相对平稳，但胡锦涛本人始终不够强势，江派、团派、太子党、地方派系、军队系统，各种力量都在平衡中运作。表面上看是集体领导，深层看则是不同山头互相牵制。习近平上来后，对这种结构的反应不是制度化，而是个人集权化。他认为派系分散削弱了中央权威，于是通过反腐、军改、机构重组、意识形态收紧，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这个动作确实打掉了很多既有利益集团，但没有建立新的制度约束，结果就是从派系失衡走向个人高度集权。这两者都不是现代政治，一个是山头政治，一个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需要的是规则透明、问责和权力边界。无论在澳洲还是在其他成熟民主国家，领导人会犯错，政党会腐败，政策会失败，但制度提供了纠错机制，媒体可以追问，议会可以调查，法院可以裁决，选民可以换人。中国的问题是纠错机制被权力垄断。江泽民时代如果经济路线走对了，社会就感觉比较好；习近平时代如果路线收紧，社会就承受压力。但人民没有办法通过制度稳定的决定路线，也没有办法有效追究错误，所以对江泽民的评价最后一定会回到制度问题。再讲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层面，就是江泽民的文化形象。江泽民是中共领导人里少有的愿意展示个人趣味的人，他唱歌、弹琴、背诗、讲外语，和外国记者互动，有时候显得过度表演，有时候甚至有点滑稽，但这种滑稽感反而让他显得像一个人。今天很多政治人物越来越像宣传片里的符号，永远正确，永远严肃，永远没有真实反应。江泽民不是这样，他会急，会笑，会炫耀，会发脾气，会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正因为如此，互联网时代的人才会围绕它形成某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在政治上很微妙，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崇拜，也不是严肃反对，它是一种用玩笑稀释恐惧的方式。人们通过模仿、剪辑、引用他的句子，表达对权力的距离感。江泽民本人未必喜欢这种方式，但这恰恰说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空间还没有完全关闭。如果同样规模的调侃发生在今天，恐怕很难存在这么久。这也是为什么江泽民在民间的形象和官方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官方要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间记住的却是那个会说外语、会唱歌、会急眼、会被做成段子的老人。这两个江泽民都不完整，但放在一起反而接近真实。真实的江泽民不是神，他有能力、有见识、有手腕，也有虚荣、有算计、有局限。他能在复杂环境里保住自己，也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务实选择。他没有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
也没有像后来那样把中国全面推向紧缩和对抗，所以他留下的是一种中间状态。这正是很多人今天纠结的原因。你说他好，他的很多问题摆在那里；你说他坏，他和后来相比又显得克制；你说他改革，他不碰政治根本；你说他保守，他又确实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这种复杂性恰恰是近代中国政治最常见的样子。很多关键人物既不是纯粹的改革者，也不是纯粹的反动派，而是在体制利益、个人生存、时代机会和历史压力之间不断计算。江泽民比很多人算得明白，但他没有跳出那张牌桌，他只是把牌打得相对漂亮。最后再说习近平为什么要在今天给江泽民这么高规格，这不仅是理智问题，也和当下形势有关。中国经济进入困难周期，房地产调整没有结束，地方财政承压，青年就业压力大，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外部关系也远比江泽民时代紧张。这个时候，官方需要强调连续性，强调团结，强调党内正统没有断裂。纪念江泽民就可以同时完成几件事：对党内老人说，历史不会被随便否定；对改革开放受益群体说，发展仍然是合法性来源；对社会公众说，今天的路线不是突然转向，而是继承前人；对外部世界说，中国仍然承认江泽民时代那套融入世界的历史贡献。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难题，江泽民时代真正有效的部分，恰恰是今天最难恢复的部分，那就是对市场的信任，对民间活力的容忍，对外部世界的务实，对意识形态的相对克制。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回来，只是高规格纪念江泽民，意义就更多停留在仪式层面。政治仪式可以制造庄严，但不能自动制造信心。企业家看的不是纪念大会，而是产权是否安全；年轻人看的不是领导人画像，而是有没有工作和未来；国际社会看的不是纪录片，而是政策是否可预期；普通家庭看的不是邮票和纪念币，而是收入、房贷、教育、医疗和能不能正常说话。这就是政治宣传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江泽民100年纪念大会当然会在党史上留下一个节点，他确认江泽民进入最高纪念序列，也确认习近平愿意在形式上承接第3代领导核心的遗产。但历史最后怎么评价江泽民，不会只看这一天的大会，还要看他推动的改革释放了什么，也要看他没有改革的部分后来造成了什么，还要看他怎样让中国进入全球化，也要看他怎样让权贵集团在全球化中积累巨大利益，还要看他怎样维持政治平衡，也要看这种平衡怎样演化为派系内耗和接班误判，还要看他怎样让社会保留一点空间，也要看他为什么没有把这点空间变成公民权利。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江泽民就不是一个适合被简单盖棺定论的人，他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照出改革开放没有完成的制度短板，照出一个务实领导人能给国家带来机会，也照出一个不受约束的体制会怎样浪费这些机会，照出人们为什么怀念相对宽松的过去，也照出这种宽松为什么如此脆弱。今天很多中国人怀念江泽民，其实是在怀念一种可能性，那种可能性是中国本来可以继续开放，可以继续和世界合作，可以让市场和民间社会有更多空间，可以逐步建立更可信的法治和更稳定的权力交接，但那条路没有真正走下去。江泽民没有走完，胡锦涛没有走完，习近平则选择了另一套方向，所以100年纪念大会越隆重，反差就越强。一个被纪念的江泽民代表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开放窗口，一个正在纪念江泽民的现实则提醒人们那个窗口已经变窄。这才是身后封神背后最值得想的地方。神龛可以摆得很高，现实却不会因此变轻。江泽民被写入正统史册，可他留下的未完成题仍然需要后来人面对。如果把镜头再拉远一点，江泽民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故事。这代人经历过民国教育的尾声，经历过战争和政权更替，经历过苏联模式，经历过文革冲击，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他们身上有很多矛盾，一方面相信国家工业化，相信技术进步，相信和世界接轨，另一方面又深受党文化塑造，
习惯把秩序放在自由之前，把政权安全放在个人权利之前。江泽民身上的现代性和保守性就是这样并存的。他会欣赏西方音乐，会讲英语，会和外国人谈笑，也知道美国市场对中国多重要，但他不会接受西方民主宪政那套权力约束。他可以喜欢西方文明的技术和风度，却不愿意接受西方制度对执政党的限制。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深的悖论。中国想要全球化的财富，想要市场经济的效率，想要技术扩散和国际资本，却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背后所需要的规则环境。于是改革开放变成一种选择性开放，商品可以流动，资本可以流动，技术可以流动，但权力不能被监督，公民不能真正组织起来，新闻不能自由追问。在增长高速的时候，这个矛盾会被钱掩盖。大家都觉得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很多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可一旦增长放慢，矛盾就会浮出来。房价、债务、就业、地方财政、产业空心化、人口下行、外资撤离，这些问题都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的，而是很多年制度选择累积下来的结果。所以今天谈江泽民，不只是谈一个老人，也不是为了在几代领导人之间做情绪化排名。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到底要靠什么保证长期稳定？靠某个领导人比较开明吗？靠某个时代运气比较好吗？靠外部世界继续提供市场和技术吗？这些都不可靠，可靠的东西只能是制度，权力必须有边界，产权必须有保障，政策必须可预期，历史必须允许讨论，社会必须有纠错能力。没有这些，再好的增长阶段也可能被后来的错误决策消耗掉。江泽民的幸运是他站在全球化上升期，江泽民的能力是他基本看懂了这个时代机会，江泽民的局限是他没有把机会转化为制度。这三句话放在一起，才比较接近他真实的历史位置。所以当我们看到人民大会堂里的巨幅画像，看到主席台上一排排老面孔，看到江家后人坐在角落，也看到某些关键人物没有出现，最好不要只停留在热闹和八卦上。真正值得看的是权力怎样借历史说话，历史又怎样被现实重新安排。江泽民已经成为过去，但围绕他的纪念仍然属于现在。这也是观察中国政治最需要克制的地方。不要把一个时代浪漫化，也不要把一个人物脸谱化。真正决定普通人命运的，往往不是某个领导人的才华，而是权力有没有被关进制度笼子里。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咱们下期再见。